AI 生成模型呢，从早期文字、图片到现在已经可以生成影片了。我们只要简单的使用一些文字描述，就可以产生出我们想要的这些影片的内容。特别像是今年 Google 所推出的 Veo 3的影片生成模型，真的是让大家蛮惊艳的。今天我们来实测一下，使用5种不同风格的影片生成 prompt。透过3种不同的影片生成模型，个别产生出来的效果呢，到底差异多少？相信呢，大家也很好奇，相同的影片 prompt 下呢，3种不同的影片模型生成出来到底差异有多少吧？往下来进行吧 ，Go！我们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启用喽！如果你对 AI 教学内容有兴趣，每个月只要1杯咖啡的钱，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容。想要更加深入学习，但常常出问题，选择学习 Plus 方案，就有1对1的聊天管道。或是呢，你愿意支持我们，也可以每个月请我喝罐养乐多，让我持续创作更多内容。影片要开始喽，你准备好了吗？嗨，大家好，我是阿汤，不啰嗦的。今天我们要实测的3款影片模型呢，分别是 ChatGPT 的 Sora、中国的可伶，以及呢大家都赞叹不已的 Google Veo 3。往下我会透过5种不同风格的影片生成 prompt， 针对这3个影片模型呢个别去生成。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影片模型生成出来的效果到底差在哪里。好，为了节省时间呢，这次的影片生成 prompt 呢，我很直接的就丢给 ChatGPT， 直接帮我生成5个不同风格的影片生成 prompt， 包括呢写实风格、动画风格、科幻风格、电影叙事风格、梦幻诗意风格，其中呢都有包括中文还有英文双语的 prompt。那我会依据呢要生成的影片模型呢，我会给它中文或是英文的 prompt 来生成。那我们今天要采用呢，就是第一个是 Sora 这个影片生成模型，这是 ChatGPT 底下的。那第2个跟第3个呢，分别是中国的可伶以及呢 Google 的 Veo 3。那这2个模型呢，都可以直接在 Malus 这个 AI Agent 里面呢来做生成就可以了。原则上呢，透过 Malus 生成影片的时候呢，它会问你说你是要用预设品质或者是使用高品质来生成影片。那预设品质的部分，它就是选择中国的可伶来使用。那如果是选择高品质的话，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选择最新的 Veo 3模型来生成影片。所以这2个影片模型呢，我就直接在 Malus 这边来完成。好，那解析度的部分呢 ，Sora 这边呢可以选择的最高的是 720p。如果你要在网上更高的解析度，应该是要更高的那个方案才可以选择。那另外比例的部分呢，就是16:9，但是影片长度最长就是选择5秒钟。那 Malus 这边呢，它的解析度呢预设就是 720p。那影片长度的部分呢，不论是选择可伶或者是 Google Veo 3，它固定生成都是8秒钟。那为了节省这个生成影片的时间呢，其实我已经预先把这些所有的指令都丢到 Sora 以及 Malus 这边来，把影片都生成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一个一个风格来看一下这些影片生成的效果。首先第一个写实风格，内容呢是一个穿着蓝色工装外套的中年男工程师，早上7点半走进东京地铁新宿站，然后边看手机一边小跑步前进。然后地铁站内呢是人潮拥挤，灯光昏黄，背景呢有广播以及人声杂音。他的脸上呢露出一丝焦急，画面模糊，清晨通勤的现实感。镜头呢会缓慢的跟拍他的动作，最后呢切到地铁进站的画面。我们呢就一个一个影片模型来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好，首先第一个呢，这是透过 ChatGPT 的 Sora 所生成的影片。好，可以看到了，刚刚他在那个中段的部分，给大家再看一次。中段这边转过来的时候，人是直接变形了，然后直接变转正。好，这个 Sora 呢，其实我试过蛮多次的，透过 Sora 产生影片有蛮多都是这种直接变形去做变化的，影片看起来是没那么自然啦。但其实撇除这些变形的原因，其实 Sora 这个画面我觉得基本上大致上都还是不错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2个是可伶所产生的影片。好，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们刚的 prompt 内容呢，再搭配可伶这个画面，基本上除了穿着蓝色工装以外，其他几乎都没有按照我们的指令来生成啊，反而忙着滑手机的都是路人，而不是我们的主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Google Veo 3所生成的影片。Google Veo 3厉害的地方呢，就是它有包含声音的生成，所以等一下影片呢是会有声音的哦。大
大致上我觉得生成还不错，但是大家有发现吗？他手上变成是两只手机拿在手上，右手这个呢看起来比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左手确定是手机。除了呢他没有边跑边滑手机符合这个指令之外，大致上是蛮符合这个指令，生成出来的效果我觉得也还不错。好，再来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风格是动画风格。一位穿着红色斗篷的年轻女巫在傍晚时分森林边缘用魔法召唤一只荧光蓝色的猫头鹰，场景充满橘红夕阳以及飞舞的落叶。女巫呢用咒语唱诗的声音，召唤过程中会生成魔法符文以及光束，风格会偏向欧式奇幻动画，镜头有推拉特写跟俯视角度。好，我们来看一下3个影片模型呢是怎么生成的。好，首先第一个是由 Sora 生成的画面。其实我觉得生成的还不错，刚刚 Sora 那个画面有蛮符合我的指令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可伶生成的画面。可伶的部分呢，它就是直接生成一只魔法猫头鹰，但是其他的部分符文什么的，其实也都没有按照我的指令。我发现可伶在生成的时候，好像会直接精简掉我的指令的部分，它只会按照主轴跟重点生成完毕就结束。好，我们最后呢再看一下 Google Veo 3生成的结果。我觉得 Google Veo 3这个真的是非常按照我的指令来生成这个内容。大家再看一次这个指令，它是召唤过程中要生成魔法符文跟光束，所以呢，它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有先生成这个东西之后，然后呢才会召唤出一只猫头鹰来，而且女巫是用咒语唱诗的这个声音，真的是蛮符合我的指令。所以呢，大家都说 Google Veo 3生成影片很强大，我觉得真的不是没有原因的啦。好，再来第3个风格，科幻风格。指令的部分呢，西元2147年，这期不太重要啦。月球殖民地内部，一名穿着银白色机能装的女驾驶员正驾驶悬浮机车穿越金属走廊，然后四周是高科技霓虹灯闪烁的墙面、透明楼层跟自动门，画面中出现漂浮的资讯界面跟 AI 语音提示，背景播放合成电子音乐，风格呢很像银翼杀手。那这个产生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是 Sora 所产生的画面。好，我觉得刚刚 Sora 那个呢有点假假的，不太像是 AI 现在应该产生出来的感觉啦，有点太粗糙了。好，接下来这个呢是可伶的生成画面。画面感我觉得跟刚刚 Sora 生成的很类似。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Google Veo 3的部分。Sector Gamma approaching. Prepare for docking sequence. 好，一样的，我觉得 Google Veo 3生成的这个品质以及搭配的声音做起来真的蛮好的。唯一的小缺点呢，我觉得认真要抓的话，就是悬浮机车，我想象的是那种没有轮子的，是一片式的那种在地上可以浮起来的。但这个呢，其实我觉得透过指令去细修之后，应该就可以调教出你想要的这个结果啦。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4个风格，电影叙事风格。中文指令呢是一对中年夫妻在意大利托斯卡尼乡村的石屋阳台吃早餐，然后时间清晨6点，太阳刚升起，空气微冷，四周是绿色山丘跟葡萄园啊，记得环境是绿色山丘跟葡萄园。那女主角说话的时候，男主角会停下咖啡杯，若有所思的看向远方。摄影风格呢是电影级别，有暖调色彩以及前景声，搭配轻柔的原声配乐。好，重点应该就要放在这里，绿色山丘、葡萄园，然后男主角停下咖啡杯，若有所思的看向远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个模型产生出来的结果。第一个呢，这个一样是 Sora 所产生的，可以看到呢，它其实大致上有符合我要的描述啦。好，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可伶的部分。可伶部分呢，很直接的又略过了我的一些描述的部分，因为男主角的咖啡杯直接放在远方，没有放在他面前，甚至都没有拿起来，也没有看向其他地方。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Google Veo 3生成的结果。Isn't it just breathtaking? I could get used to this every morning.
好 ，Google View 3的部分呢，我觉得也表现得蛮好。它唯一差别是最后没有看向远方，就若有所思的这个画面，只少了这个，其他我觉得都有做出来，还不错。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风格，梦幻诗意风格。这个其实我有点难呈现吧。一位穿着羽毛长裙的小女孩站在漂浮的云端桥上，这个应该就是重点了。小女孩站在漂浮的云端桥上。桥呢是用光跟水来组成的，哇，这个影片生成很考验 AI。时间呢是黎明前的蓝色时刻，天空中呢有缓慢飘动的巨型水母跟星星般的萤火虫，那它缓缓的走向桥的尽头，会浮现一棵发光的银色树。我们来看一下这3个影片生成模型呢会怎么来产生这个内容。首先第一个呢一样是 Sora 所生成的画面。最后呢，我觉得只少了那个银色的树生成起来，其他我觉得算是有按照我的描述，毕竟它就是踩在那个水跟光所生成的桥上面嘛，只是它是可能很近的画面。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可伶的部分。可伶我觉得它大致上有把我要的都弄出来了，只是呢它的画面没有接得很顺畅，它是突然就一棵树啪插出来的感觉。好，我们来再看一下最后 Google View 3的部分。Google View 3一样，我觉得它就是生成的真的蛮自然的，然后加上配乐，真的做蛮好的。然后像是水母啊跟萤火虫这些细节，我觉得都做的蛮好的。而且真的比较有那种梦幻诗意感，所以我觉得对于 prompt 的理解程度来说呢 ，Google View 3是大于 Sora， 然后大于可伶。原则上呢，如果真的要用来生成影片的话，我觉得呢 Google View 3当然目前以这3个模型来说，绝对是首选啦。那大家如果也有想要试试看用 Maros 来生成影片的话呢，大家可以试试看呢，也可以先生成一些参考人物的照片。然后你可以把它丢进来之后，它可以按照参考人物来帮你生成这个影片。原则上呢，可以让这个影片的人物呢更有一致性一点。比如说，你可以透过 Maros 一次产出可能3到4支影片，然后它可以直接帮你合成起来，这样就可以变成了一部是32秒的影片内容。而且人物一致性呢，会比起你单纯只有丢指令给它呢来得更好。大家有兴趣可以试试看。看完上面的影片生成比较，最后呢帮大家总结一下。我个人认为呢 ，ChatGPT Sora 生成出来的这个品质感受呢，其实是还不错的。只是呢，在一些身形或转弯的变化上，很容易像我们今天影片一样，会直接变形转身，直接走掉的那种感觉。除此之外，其实我觉得 Sora 生成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至于第二个影片模型可伶生成出来这个效果呢，我觉得就是大家看到的这样子，基本上算是堪用啦。不过呢，俗话说得好，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如果今天没有放 ChatGPT 的 Sora， 或是没有放 Google View 3的影片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可伶其实生成的效果还是蛮不错的。只不过呢，放上了 Sora 以及 Google View 3之后，你就会觉得可伶生成出来的真的蛮粗糙的。最后第3个 Google View 3生成出来这个品质呢，我不能说它是真的非常的好，但是呢，原则上相比之下，它确实是比较出众一点，而且呢，比较遵循我提供的影片生成指令。再加上呢，其实 Maros 现在内建的这个 Google View 3的模型呢，是属于 View 3的快速模型。如果呢，你使用的是 Google AI Ultra 方案去生成这个 View 3的影片的话呢，我相信这个品质应该会更好，可能会更像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些 demo 一样。会让人家赞叹不已。如果你自己本身有 Google AI Ultra 方案的话呢，可以去试看看。今天的影片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啦。如果喜欢今天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还有开启小铃铛。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AI 相关教学的话，别忘了在底下留言告诉我哦。我是阿汤，下次见，拜拜。